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最经典的拳皇95系列啊。95呢是我最喜欢的拳皇游戏之一啊，应该是排到了97、98之后。而且呢，有一阵我还是解说95比赛啊，大家会了解啊。现在呢也有个叫全真的啊，一个在解说这个游戏。那这个游戏呢是我觉得为什么好玩的啊？它真的是拳皇制作大师的巅峰，尽管呢生不逢时，而且呢上手难度啊有点太高了。所以导致呢内分泌有点失调，所以说这个就玩的比较少啊。想当年呢，有很多人通不了关啊，97可以，98也可以，但是95、94太难了啊，就不说了啊。当然呢，这里面可以看到三巨头呢，也就是草剃精、八神和卢卡尔啊。这里面咱们是 TAS 表演，可以看到这个八神啊，就非常的鬼畜啊。百鹤折呢可以直接勾4点，然后接齐月音，然后直接2点升龙啊，也可以接跳地啊。反正接什么都一样，它这个伤害呢是增加15%啊。总体来讲呢，没有爆1呀，这个就难受了。很多人说那怎么能有爆1呢？不知火舞不需要爆1，因为它已经，对吧？啊，它再爆那就过不了审了啊。OK， 来看看，由于咱们是随机角色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红丸。可以看到用上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取消啊，95里面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取消的啊，比如说它有指令头取消，有气儿消啊，什么叫气儿消呢？就是加气儿的这个取消。还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啊，这种方式呢啊，包括 CD 咱们取消用这个指令头来电中，反正解释起来吧，就是对于新手来说挺难的。想当年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这个可能设计游戏的人也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包括97也没有想到啊，因为97的 bug 也很多啊，懂的都懂。可以看到这个打击感非常好啊，非常的脆。好，红丸，好 OK， 直接一套。直接打成9连啊！当然这个虽然说有晕点啊，但是这个晕呢并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好打出来。而且可以看到啊，全程连击基本上都是用取消的啊。这里面呢，要说角色的话，强度的话肯定是三巨头最强。再往后呢，也有其他的角色，而且还有无限连。在比赛当中，如果你无限连能打出来是允许的啊。比如说这个东丈，好，这里面咱们随到了。OK， 来看看大猪。这个陈国汉啊，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好还能再接，所有出真的 OK 16连，但是还是没有10哥啊。感觉这个游戏的节奏打击感非常的不好掌握，但是95啊比94要强得多。严格来讲，对于我个人来理解啊，其实95啊，它在好玩程度上，它可能比97还好玩啊。我这不是说我在这里歌颂95，我在说97不好，但是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不一样。好，再继续接，感觉哇好帅啊！实战当中真的不好打出来啊，而且呢，实战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碰见大猪啊。这个角色是1分的角色啊。95呢，咱们办比赛呢一般都是有分数的啊，就是说分数的话一般都是说10分制。比如说你选草地精或者八神或者是卢卡尔的话，那就是6分。所以说你这个角色呢，你只能选一个，然后配上2个2分的，或者一个3分的，一个1分的。你没有办法再配其他的了。所以说你选三巨头的话，其实是有问题的啊。就是说三巨头你选了一个啊，其他的你别说其他的选不了，很多硬角色你也选不了了啊。比如说4分的角色啊等等啊。当然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啊，这不知火舞这个地图呢是比较特殊的，一上来呢咱们是坐这个电梯，坐电梯的话上来就是有一个人造角落啊，就不需要往回打。可以看到选不知火舞刚才的伤害也非常高，必杀忍风呢也可以用来打这个伤害啊，这个非常的脆，就是说属于什么呢？就是瞬间就能完成这个伤害的。你看打出来，取消，然后特殊技一个反摇，压制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压制的这个感觉很好，空中一扣。当然说人脑你想打电脑啊，就像我这个技术来讲根本没法玩。AB 闪身之后呢，取消特殊攻击，马上再接招啊，这也是可以的啊。实战当中呢，确实需要咱们用这个 AB 去打。打电脑的话呢，其实也就是 TAS 吧，要其他的咱就不说了。OK， 这回随到了金家潘，也是一个可以看到啊，非常的朝气蓬勃的角色啊，都是《饿狼传说》里的啊。好，加气儿挑衅的话呢，可以让他的气呢慢慢消失掉啊。好，直接打了一套回身接上一个超杀，当然这个伤害呢并不是很满。飞翔脚，正身位，当然这个伤害这很低，这你看出来啊，这个角色的强度啊，在这一刻啊就淋漓尽致啊，真的是淋漓尽致的。OK， 可以看到
接下来它这个是单挑模式啊，也就是说，即便咱们选的是问号，面对的对手呢也是这个要打2次的，就是类似于像这个街霸模式啊，就是拳皇97的1v1，95的1v1一样。好，飞翔脚，横侧下上，它这个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扣啊？这好，飞身再接必杀，这个95啊，想接必杀真的是很难的啊。人脑的话呢也不太好摇，尤其是包括你选大门也是，像刚才的这个红丸。什么这个什么红丸呢？像刚才接这个冲刺必杀的这个金家潘也不好整。OK， 这回是包子配合雅典娜，可以看看啊。这个地图呢是有点像这个修炼的地图，把气儿长到差不多快满。为什么要这么长啊？很多人说为什么不长满？它是要用这个气消，然后打的过程当中啊，要接必杀的时候呢，可以用这个气消，然后再选择取消接必杀啊。正好呢，这个气儿也加满了。好，你看这气儿又加满了，接上天龙啊，这个在剪刀脚，这个就是必杀啊，这个。可以看到好像是分段的2个技能，因为它没有像97那种，或者甚至是96啊，有一个乒的一个声音，然后定一下屏，一个黑色的闪光。这个95里面练必杀感觉好像比较正常啊，你随随便便练了。刚才就是一个天龙的姿势，然后落地接剪刀脚。其实想想97的必杀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好，你看剪刀脚，这就是必杀，但是没死。好，求不到家啊，他想反啊，这个感觉电脑要反这个事儿挺嘚儿的。好，当然呢，并没有爆一。95里面是怎么个爆一方式呢？啊，就是说只有2个角色啊，一个是板丘利，一个呢是 King 啊，这2个角色是可以爆一的啊，继承了龙虎之拳的这个路线。当然，这个爆一呢，必须要用技能打死啊，不是说必杀技，技能就可以。但是必杀技呢，它也可以啊，只要不能用普通拳脚或者其他的那种投技打死就好。打死了之后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是利用了这个如月影2。好，再接2段踢，好的，直接一个反升龙腿。这里面草剃精啊，它下臂啊可以直接接战 C 的，它甚至不需要取消的啊。这个角色的强势之处，除了判定高之外，而且呢还有这个各种无限连，正摇臂正摇地，然后再正摇臂正摇地都可以啊。我相信啊，菜鸟练一练，2、3篇也能练出来。好，等他侧身，刚才就是让他练这个顺身之术啊，然后来打无数个下 A 啊。好，直接打晕。起身压制有气儿，跳地下臂站，直接站 C 接一个这个秦日宴啊，感觉这个如月影2一看到他我就想起这个8神，对吧？这个一看到8神之后啊，这个比利一看到8神之后他就跳出来，叭叭叭叭的。小的时候我都管他叫忍者。啊，确实像忍者是吧？但是其实这么叫不对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东让非常有意思，他刚才是慢慢蹲着走过来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制啊。一般人蹲着是不能往前走的。好，这个木牙非常的准确，下盘5点轻攻击，重攻击起身接上一个技能，一个直接的手刀。如月影2也是一个非常秀的角色啊，但是人脑玩的话啊，还是偏弱。秀不代表他厉害，东丈也秀啊，对吧？但是不代表他厉害。可以看到这一套直接打晕，把气儿长满，跳跃重攻击2点，接上一个必杀，这个伤害应该是正好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正统打晕型师哥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当然呢，也看到屏幕当中啊，每一组出一个人就好了。最后这个就是2个角色，一个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草剃柴州啊，是草剃精的爸爸啊，欧多桑啊。可以看到刚才咱们击败的就是这个东丈，然后咱们可以选东丈。这东丈的无限连可以看到实战当中啊是可以连的啊，这个但是太难，人脑的话特别的难。如果说你实战能接的话呢，在比赛当中是可以的。当然呢，这个至于怎么连啊，大家伙儿可以去搜一下啊。这就类似于像97那个老头各种噔噔噔那种啊一样。好，看看卢卡尔，上来先把气儿长成差不多满，然后直接旋风腿，起身逆向压制一挂，各种取消前压，快把卢卡尔打满了。如果有气儿的话，可以技能反击的啊。电脑呢也是可以用啊，因为它的这个难度也是8难，但是可以无限往前接。这边东丈一个 Sasuke 啊，旋风，感觉 Sasuke 是啥意思？左助踢是不是啊？南洋踢，落地接上一个大旋风啊，最后直接给卢卡尔搞定啊。
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打的还是蛮秀的啊，但是并不是真正的速通。如果速通的话呢，肯定不是用这个角色啊，那肯定用大门了，直接就整死得了啊，对吧？人脑都会玩啊，因为电脑不会防你的指令头的啊。这个懂的都懂，它起身不是免头的，所以说可以无限打。OK， 那这是来自于拳皇95的 TAS 表演。全问号模式的1v1通关，最终卢卡尔呢，也就是懒弦子啊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